啊，一个是古画、宋画，另外2个是我画的一个作品啊，小品的古意的画，就是说上面也是中国很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我们平时在展览看的都是一些方啊、长的那种常见，现在的画都是放在展板上比较多啊。所以中国画的欣赏可以先从如何看着眼，在品读中不如鉴赏的之门。那么今天我还是想给大家重点讲一幅画，一幅传统的经典画。其实这个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不过我还是想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千里江山图》。大家随便在手机上百度一下都能查到相当多，但是我还是想讲一些可能大家有些不太清楚，或者网上有些介绍的东西未必太准确，我就想以我这几年研究的场面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和交流啊，也未必对，但是很多是我可能个人在实践中以后对这个画的一种理解，我可以跟大家在此交流。所以我们今天是不出门户，坐赏千里江山啊！我这次是没带出来，我上个周在广州佛山的一个图书馆，我就是带了一个原大尺寸复刻高清版那个你要看那个清晰度，我们在故宫我就看它原作，它那个灯光因为是千年这里灯光很暗，然后呢人推着你走不能停下来，基本上就是感受一下气息。那我那天那个画呢就，所以今天各种原因我就没把那幅带了啊，以后有机会再说。所以我们就说一手拨一手卷，一张一段的山水的欣赏，所以叫手握千里江山，胸怀无限的江山啊，手握着千里的江河啊。这个就是北宋王希孟画的，这个画的尺寸就是我说的，当时是最大的尺幅51.5，119.5，接近12米啊。那个是画心，如果再加前边的题目和拔序，那已经就是十几米了，15、16米啊。所以中国画追求意象的造型。就山水画而言，我们中国画把画的东西我们在外边感到的一般都是称为风景，说风景很好。但是西方呢就喜欢用叫风景画，但中国不这么讲，中国叫山水画，它还是有所不同。大家说山还是那个山，树还是那个树，它多大的不同呢？主要是西方相对来说，它是用科学的那种手法，比较忠实对象，特别是这个早期的那种画写实的，到了印象派，它是色彩上追求它的那种科学性。那么古人来画呢，它更多的是一种心性的写照，很多是看了以后画出他的感受。就像我在学国画的时候，我国画的老师就教我，你在自然界并不强调你一定要对景写生，但是我希望你更多的是观察。比如说画个树，你要绕树3周，它是强调你理解。我希望你回去能够默写出来，那你只能记住你最主要的东西，然后呢还加一些主观的东西。这个就是国画画山水跟传统的跟那个我们西画的那种直接对景一模一样的构图，它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国画它就称为叫山水画，而不叫风景啊。所以我们也强调，要画长卷也好，它必须画家是要有行万里路，平时在自然界中强调多看多感受啊，读万卷书以后你才境界提高，你才能够照镜。这个照镜就不是按照自然的界忠实表现，它是有一种想象创造出来的。它也可以是借景抒情啊，也可以是对往过去的一种追忆。所以我们在说《千里江山图》究竟是不是参照了实景？如果他画的实景，他是画的中国的哪个省哪一个山？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这几年研究或者我读到的一种感受吧，跟大家交流一下啊。千里江山图总体来说，它的江山还是能够找到对应的点，等会我会举例。比方说我们刚刚的富春山居图，它基本上是能对应，所以它的山河大致能对应上。下面还有一个叫鹊华
秋色图是赵孟頫画的，它基本上是实景，虽然形有一样，但是那个景还是按照中国画来说已经算很写实的了。所以这是个元代赵孟画的浅降山水的代表作，它是表现的这个山东济南的这一个景象。那么我们等会再看看《千里江山图》是表现哪里。这个就是2018年北京大学及国内著名的学者，主要是搞理论的、美术史的，他们对《千里江山图》展开了一个研讨会。为什么要开研讨会？《千里江山图》至今都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有的说这个画的特别好，一定是中国画的这个传世之作，也是经典的高峰青地山水画。但也有人说画得很差，画得很粗糙，甚至就说这不是王修孟画的。还有大学者这么提出。